家里的剪刀不管有多钝，其实我们用一把刀子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你看这个剪刀，我们剪个纸来看一下，你看根本剪不动，是不是剪不开？然后再剪个塑料布看一下你看也是不行的，根本剪不了。我们如果用它来剪些布头、剪些线，那就更剪不了了，没有办法使用。很多人呢都是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磨剪刀，很多人都不会磨，磨完以后发现把剪刀给磨报废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刀子就可以了。在处理之前，首先呢，我们在家里需要用点牙膏，把这牙膏给它先抹在这个剪子这个上面，因为这个牙膏是有个非常好用的研磨的作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给它抹完以后，然后呢这边也抹点，有个特别好用的研磨作用。抹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刀子，这个我们不要用这个刀口，要用这个刀背。这个刀背这边是非常坚硬的，我们用这个刀背开始磨。磨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剪刀上面是有2个面，这边一个大面，然后这边一个小面。我们仔细来看，要磨这个小面，不要去磨这个大面。我们磨这边，然后呢还有一点，磨这剪刀的时候，内侧这面千万不要磨，磨完以后就磨废了。我们磨这边，你看操作非常简单，只需要就这样刮就行，大概刮个40-50下，30-40下。这边刮完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剪刀反过来再来刮这边。这样刮的话比磨剪刀会更加的省事儿，因为这样磨是不会把剪刀给磨废的。我们看就这样给它大概呢刮个40-50下。刮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个牙膏给它清理干净，把它擦完了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还是剪这个纸来看一下。你来看，你听这声音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快，是不是？听，特别好用，是不是？然后再剪这个特别薄的塑料布，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也能很轻松把它给剪断，是不是？非常的锋利，非常的好用，是吧？所以呢，大家以后再遇到剪刀不锋利的，我们其实用一个就这个刀片，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家里的电水壶坏了以后不会修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呢，只需要用个测电笔就能快速修好它。我们看这个电水壶，就是通上电以后打开开关，上面这个指示灯不亮，它也不能加热。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步先把电水壶这个电源给它拔掉，然后呢，我们检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底座有问题了。主要呢就检测看一下它这个线导通不导通，不需要通电。在断电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测电笔来测量。首先呢，就是一只手摸住这一个铜片，然后测量上边这2个接触点。我们看这个指示灯亮，就说明这条线它是可以导通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另外这条线，灯亮说明这条线也可以导通，这个底座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它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这个电水壶上面。我们把它给拆开，再检查一下。打开以后我们看这个是电水壶它的发热盘，这个就是它的耦合器底座，然后开关是在这边，开关上面是这2条线接在开关上面，这个呢是指示灯。像电水壶不通电，大部分都是这个耦合器坏掉了。我们一步步的来检查，先来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开关有没有问题，把这开关先打到开的状态，然后呢给它先拔掉这条线，测量一下，这个手呢先触摸住这一条线，然后测量另外一条线。我们看一下灯，看一下这个电笔上面的灯亮不亮。我们看可以亮，亮就说明这个开关它也是导通的，它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个发热盘，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先触摸住一头，然后呢测电笔来测另外一头，看这个灯也可以亮，亮了就说明这个发热盘也是个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量这个耦合器底座，其实它坏的比较多。先把这条线也给它拽掉，然后呢，用手触摸住其中的一个铜片，然后分别测量这2个大小的圈，先测量大圈，看指示灯亮，说明这条它也是导通的，然后再测量另外这个，接下来呢测这个小圈，我们看
测小圈的时候啊，你看这个灯就不亮了，说明啊这一条它是不可以导通的这条线，它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耦合器上面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这耦合器啊，有的些情况也是可以维修的。我们把这耦合器给它拆开来维修一下，也是可以接着再用。如果有条件的，可以买个耦合器换上；没有条件的，其实啊，维修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给修好。先把这3条固定它的螺丝给它先拆下来。好，拆下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像耦合器出现不导通的原因呢，一般啊都是我们仔细看一下，时间长了以后，这边有些烧的变形，它里边这个接触点就会接触不在一起，它就分开了。我们看啊，这个已经分开了是吧？没有接触在一起，它肯定是不能导通的。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啊用个螺丝刀把这个接触点给它往下压一压，让它接触在一起。你看这样修整好以后，2个点呢就接触在一起了。如果这2个点发黑氧化的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就找个刀片把这个接触点给它刮一下，刮干净，然后再修复完以后就可以了。我们来测试一下，看这测点笔灯亮了，亮的就说明啊它修复好了。现在呢，咱们把它给安装起来，来测试一下。我们来看，打开开关，指灯亮了是吧？亮呢就说明这个电水壶已经修好了。今天我们来修一个养生壶，它的问题呢是，当通上电源以后，然后呢就一直滴滴滴的响，我们来听。现在呢，你看按上面的开关也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养生壶，它的内部电路啊，一般都是自主中降压的。像这种一般啊都有个通病。今天啊，咱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看它到底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拆开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源部分就是自主中降压的。像这种电源呢都有个通病啊，一般用了时间长以后，它这个电容量失效，它就会出现这个输出电压偏低，然后像这种养生壶就会出现这个面板滴滴的一直响，然后呢就是按任何按键没有任何反应。首先呢，我们来看啊，先看这自主中降压这边有一个电容，我们看背面就这个电容，这个电容是一个25伏的。像这种25伏的电容呢，一般它的电压都是在12伏啊，12伏或者18伏。像这种一般常用的都是12伏。首先呢，判断这个自主中降压电路有没有问题呢？首先呢，就给它先通上电，然后呢用腕表测量一下这个电容上面它有多少伏的电压。好，通上电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测量啊，看它到底有多少的电压啊，4.88伏，明显电压是偏低的啊，正常它的电压应该在12伏，这电压太低了。像这种先拔掉电，像这种电压偏低啊，主要就怀疑这个电容。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然后测量一下。我们呢测量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完全把它都拆下来，先断开一个角，这样就可以测量了。然后呢，我们看它的容量到底有多少。先看啊，这个电容它是一个异位发的，我们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它的问题啊。首先看这表，现在是658纳法，就不到700纳法的容量，就相当于就是0.7微发。而这个呢，它是个1微发，所以说现在它的容量明显偏低的啊，说明啊就是这个电容坏掉了。咱们呢现在呢把这个电容给它拆下来，然后呢找个同型号的电容给它换上，换完以后啊再来测量一下，看它的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这种电容其实坏的是真的比较多。没有找到这样的暗柜电容，我找了一个 CBB 的薄膜电容。其实呢用这个薄膜电容也可以来代替这样的电容。这个呢它的耐压值更高，是一个400伏的，这个是275伏。现在咱们就把这个给它安装上，然后再来测试一下。其实呢这2个电容它是可以互换的，换好了以后，然后呢通上电源来看一下，可以看到滴一声是吧，然后并没有刚才那种滴滴滴一直报警。现在我们再来测量一下上面的电容，看它有多少伏的电压。刚开始是不到5伏，现在我们看 12.56， 电压正常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来打开它来看一下啊，这是开关 OK 没问题是吧，一切正常了。现在呢就说明了就是上面这个小电容坏掉了，这个呢就是一个通病。你看这样插上电以后不报警了是吧，打开开关
一切正常了。用一根电线就能立马知道真假304不锈钢。像假的304不锈钢呢，含锰量比较高，对人体危害比较大。我们用这个电线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插排，然后呢，一个手机的充电头，再需要找一个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把小头这一部分给它剪掉。然后呢，这个里边是有4条线的，我们只留下这个黑色和红色这2条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充电线给它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然后把它再插在这个电源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电水壶上面给它来点这个液体，给它多来几滴，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真假304不锈钢。好，我们现在来看电线，一条黑色，一条红色。我们把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不锈钢的一侧，然后用这红线来放在这个液体上面。我们来看，现在这个液体它是没有任何颜色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线给它放在液体上面。我们看一下，如果它的颜色发红发黑，就说明这个不锈钢它是假的，不是304的。你看颜色已经变了是吧？变颜色就说明它不是真正的304不锈钢。如果是真正304的不锈钢呢，它是没有任何变化的。我们看已经发红了，你看到没有？从这儿呢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这个不锈钢电水壶它就是个假的。有的一些标注写的是食品级或者是304的，但是呢也不一定。经过这样检测以后呢，就能立马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304。用的这个液体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呢，用的就是电瓶里边的蒸馏水或者是电解液，只要是给它拿针管抽出来一点，都可以快速的判断出真假304不锈钢。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像这些鼓包的锂电池，把这个气到底能不能给它放掉？放掉气以后还到底能不能再用？这个呢是我最大的一个疑惑。所以呢，今天来测试一下，大家呢也就只是看一下视频就行了，切记千万不要模仿。首先看这个电池鼓包的非常的严重，这边这2块呢都是正常的，非常的薄。现在呢，咱们把它给拆开来测试一下还是那句话，切记千万不要模仿，只是呢长一些知识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一块鼓包的这块电池单独给它先拆下来，把这块电池它的正负极给它剪下来。首先看它的标准电压是3.7伏的。在放气之前，先测量一下它这个电池它的电压是多少伏。等放完气以后，再来做个对比。现在它电压是3.73伏。然后我们找个东西给它放下气。这个视频呢，还是说那句话大家呢一定切记不要模仿。找一个比较尖的东西，给它捅个孔，把这个气给它放出来。最好是用针比较细。捅的时候呢，不能任意捅，因为这个外边鼓包了，捅的时候不能捅到里边电池芯儿，捅到电池芯儿以后它内部会短路，然后有可能这个电池就会着了。所以呢，捅的时候找个这中间的位置，找个鼓的位置，然后呢手顶住下边，轻轻的挑开最上面这层皮，这孔呢挑的越小越好。大家呢还是看看就行了，不要模仿。OK， 你看挑开了个非常小的个孔，然后呢把这个气给它排出来，这样就可以排出来了。排干净，电池里面出来这个味道非常的难闻。找个东西给它压一下，排干净以后呢，先随便找个透明胶带给它先粘一下，主要是测试。好，弄完以后大概就这样子的，比以前是薄得多了。然后接着再来测量一下，看这个电压还有多少伏，看一下还有没有电，能不能再用。现在电压还是3.73，没有任何变化。接下来呢，给它接上一个充电小板，给它充电，再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充电，能不能正常使用。把它焊好以后，然后插上手机的充电器，
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充上电。我们看红色灯亮，说明它正在充电当中。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测量一下，看这个电池里面到底有没有充进去电。好，现在呢已经充了一会儿了，拔掉电源。接下来呢，来测量一下，看它里边这个电压有什么变化，到底能不能充进去电。我们来测试啊，刚才呢充电之前呢是 3.73， 现在是 3.98， 说明啊这个电池鼓爆了以后，给它放了气以后还能充进去电。今天才知道，原来家里吃完药以后，剩下那个外壳不要再扔掉了，一定要记得留一个。原来啊，用剪刀把它剪开以后，它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很多人啊都不知道。我们来看，首先呢，用剪刀啊，把这个药壳后面这张铝箔纸我们给它剪下来。剪下来以后呢，然后呢，我们用剪刀啊，再给它剪一下，把它修整一下，要给它修一个就是一个小长条的形状。OK， 我们看修整成这样就可以了。它的用处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啊，家里啊像这种 LED 灯非常的不耐用，一般啊用个2-3年就坏掉了。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修好家里的灯。首先我们把这个灯啊先拧在灯口上，我们来看一下，有电这个灯不亮，确实啊就是它坏掉了。然后呢，把这个灯再拧下来。首先呢，把这个灯罩我们给它一圈啊捏一下，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呢，我们看啊，这些呢都是上面的小灯珠，只要有一个小灯珠坏掉以后呢，这个灯啊它就不亮了。我们首先找到坏掉的这个灯珠，然后呢用个剪刀把这个灯珠上面这层黄色的东西给它剪掉。剪完以后呢，然后啊找个东西呢给它刮一下，把这黄色的东西呢给它刮干净。刮干净以后，然后呢用个电工胶带给它剪下来小块，剪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刚才剪下来的这个铝箔纸给它粘在胶带的中间。这个铝箔纸啊它是有个导通的功能的，所以说用它来快速的修灯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呢，把这个胶带再给它粘在坏掉的灯珠上面，一定要对准位置啊，对准好了以后，然后就这样把它按下去，周围呢仔细按一下，就这样粘牢固以后呢，然后把它拧在灯口上。我们来看这个灯啊能不能修好。我们看怎么样呢？灯亮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就把这个灯啊给修好了。如果这个灯扔掉的话，是不是非常的可惜？其实呢，我们再遇到坏掉的灯啊，就用这个药壳给它粘上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其实比电烙铁使用呢还要方便，因为电烙铁呢很多人不会使用，也没有电烙铁，是吧？在我们接电线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电工胶带，也没有这个热缩管，那么怎么把这个线给它接起来，既安全又牢固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呢，不仅适合在家里接线，或者是出门在外干活的时候，如果没有电工胶带，这种热缩管也没有的情况下呢，用这个方法接起来呢是非常的好用啊。首先呢，我们把这条线给它先剥出外皮，剥好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线芯儿给它先再剥出来一段，然后呢先把这个线给它先拧一下，拧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把这条红色线给它接上。在接线之前啊，先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给它先打一个活结出来，就这样打好之后，然后呢把刚才剪下来的这个线的外皮给它从中间剪开，剪成2段，然后呢把这个线外皮给它穿在这个线里面，穿上以后，然后呢我们开始接线。在这条线上面呢也给它缠个活结出来。接线的时候呢，这个接法也很重要。首先呢就这样交叉在一起，然后呢按住中间的位置，把这2条线先给它拧一圈，拧完以后呢，然后再来旋转这边这个线。转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转的紧密一些，都给它缠在这个线上面。
我们看这边缠完以后呢，接下来就缠另外这一面，把它一定要缠紧了，缠得越紧呢，这个线接好以后它越牢固。用这个方法接好线后，无论怎么拽，它也不会拽开。你看这样接好以后呢，然后把这个线的外皮给它再套上。到这儿呢也是一样，先把这边这个活结给它先弄松，然后我们看弄松之后，然后这样再给它勒住。我们看这个呢，这条线就接好了，然后呢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外这条线再给它接起来就可以了。这样呢接好以后，无论怎么拽它也拽不开，而且呢这样它也不会漏电，非常的安全。在使用的过程中怎么拉怎么扯也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接线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遥控器它的3个最简单实用的维修方法，而且也不需要专业工具，只要我们简单处理一下就能把它给修好。第一种情况，假如家里边的遥控器按着没有任何反应，有时候这样拍几下就能使用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内部电池盒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后盖打开，先把电池取出来。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电池盒内部这4个接触点氧化接触不好引起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用一个铁的东西把这个氧化层给它刮掉一下。这个氧化层一般的都是有一些是电池时间长了以后它内部漏液引起它出现氧化，或者一些受潮引起的，我们只需要给它刮一下处理一下就行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假如遥控器上面的按键按着是不灵敏，或者是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把它拆开来处理一下。遥控器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有一些是没有螺丝的，如果是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把它抠开就行了，有螺丝的我们先把螺丝给卸下来。拆开以后我们看一下遥控器它的内部按键结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和它是不一样的，这2个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上面是有弹片的，我们看一下，而这个是没有的，它们的维修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种按键失灵，我们先找个棉签，然后蘸点酒精把这个主板给它擦一遍，因为这个主板上面有灰尘以后它也会影响按键的灵敏度。擦完以后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小黑点，按键上面这个小黑点它是导电层，它有灰尘以后也会影响它的导电，我们把它也擦一遍。擦完之后如果还是不好用，这种情况都是这个按键上面这个小黑点的问题了，它是长期使用以后它严重磨损了，它就会出现导电性能不好。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找一个烟盒，然后把里边这个锡箔纸我们给它拽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锡箔纸它是可以导电的，然后我们用剪刀剪一个小圆片，在这个不好用的这个按键上面我们给它上点胶水，然后把这个锡箔纸给它粘上去，锡箔纸导电的这一面让它朝上，这样就修复好按键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个铅笔。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它是可以导电的，我们用这个铅笔在这个小黑点上面给它都涂满，给它都涂一下也是可以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没有贴烟盒纸好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涂上去以后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掉的。这2种方法都能解决它的按键失灵，大家喜欢哪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然后我们说一下这种遥控器，它的按键采用的是和以前老式手机它那个按键是一样的，都是用这种弹片。按键失灵我们首先先把上面这个塑料的薄膜给它先揭下来，它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还是用棉签给它都擦一下，擦拭干净。我以前修手机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方法修复这种按键。擦完之后，然后和这个弹片上面我们再给它擦一擦，擦干净。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再给它粘上，这样按键就修好了。给手机充完电以后，这个充电插头到底用不用从插排上面拔下来呢？有很多人都是买了手机以后呢，充电器往上面一插，几个月甚至1年也不把它拔下来一次。其实呢，充电器长时间在插排上面放着，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首先我们来看当把这个充电器这个线给它拔掉以后，其实呢充电器它依然在工作的状态。我们来测试一下首先在这儿呢插一块这个
测试的电流表，我们看插上以后，这儿是有一个 4.85 伏的电压输出的。有电压输出呢，就说明啊，这个充电器插头，即使我们没有给手机充电的情况下，它也是在工作的状态。它长时间工作呢，它里边的电子元件就会加快它的老化。更严重以后呢，也会出现这个充电器自燃一些危险性。所以说呢，就是充电器，你看给它插上以后呢，它是工作的状态，工作呢就要产生电费，是吧？一个充电器它的产生的电费1年下来没多少钱，但是呢，如果家里面有3个、4个的充电器，这样呢1年产下来的电费就比较多了。首先呢，你看啊，我在这儿插了一条数据线，就是充手机的线，然后呢，我们用无氧表再来测量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在不给手机充电的情况下，你看它也是有电压的。我们来看，你看到没有？它的输出电压是 5.06 伏，怎么样啊？有电压呢，就说明啊，它的电子元件就是一直在工作的状态。工作就要发生热，它内部就要产生热量，是吧？严重了之后，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使完充电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啊，把这个插头给它拔下来。等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插回去。以后千万就不要一直在上面长年累月的在上面插着了，这样呢危害确实是比较大的。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再聊一会儿这些主板上面的一些电子元件。这是一个电脑主板，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小元件，就是这个，它的外观有8个角，跟那个芯片差不多，实际上它不是什么芯片，它是一个电阻，这种是叫做排阻。说白了，它这一个电阻就相当于是4个电阻。像这种多层的主板上面一般才会用这种，像电源板啦或者是一些东西啊，它不会用这种排阻，它会用这种单个的小电阻。这个排阻一般都会用在这种电脑主板这些上面用。它这个主板是有好几层，你们见上面的元器件比较多嘛，它这个是节省空间，占的空间比较小。这一个排阻相当于4个这个普通的电阻，你看到没有？上面有4个角，下面4个角，然后上面这个角和下边这个角相对应的，这是一个电阻，然后这个2角和下边2角，这个是第2个电阻，然后以此类推，它一共是4个。如果我们在检查的时候用按表测量，和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包括它的读的数值也是一样的。这是一个822，后边2个0，这就是个8.2K 的贴片电阻。它的测量方法和这个是一样的。测量的时候，如果发现哪一组有问题的，直接把这个整个的全部给它换掉，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我们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这边就好几个排阻，然后这一块这好几个全部都是，这也是排阻。排阻一般最常用的就是在这种多层板子上面。别看这个电脑板薄薄的一层，实际上它这里面有好几层线路，它每层都有4印。好了，朋友们，排阻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花了6块钱从废品站淘了一个报废的电饭锅。其实呢，像这种报废的电饭锅，大家呢以后就不要再卖掉了。我们呢只需要把上面这个发热盘给它拆下来，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就翻倍。很多人都不知道。首先呢，我们先把发热盘上面这2条线给它先拆下来。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啊给它接2条线，然后呢它的价值啊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用。其实呢，它比电饭锅价格还要贵。好，3个螺丝拆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发热盘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中间的这个是磁缸，这个磁缸呢，我们把它拆掉也行，不拆也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发热盘上面接2条线，我们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家里啊坏掉的 LED 灯。如果像 LED 灯呢坏掉以后没有加热台，是没有办法更换上面的小灯珠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就在这个发热盘上面接2条线就可以了，1条火线，1条零线，非常的好用这个方法。
你看，就这2条线接好之后，然后呢，找2块砖头，把它给支起来，垫起来，固定一下。哎，就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把这个电源给它插在插排上面。现在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维修 LED 灯了。像这个灯珠拆卸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加热台是没有办法拆的，所以说呢，我们用它就会非常的好用。我们来测试一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用个螺丝刀呢，把这个灯板给它先按住，这样呢，它就不会来回跑。这个加热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概2分钟就可以把上面的灯珠给它拆下来。你看，现在已经1分多钟了，灯珠边上已经有开始冒泡了，说明两边的焊锡它已经融化了。然后呢，你看我们用镊子就可以轻轻的把它给拔掉了。现在还差点温度，没问题了是吧？你看这个灯珠就这样一捏就掉了。然后呢，现在把它断掉电，拔掉电源以后呢，其实这个上面灯板上面还是有温度的，你看还有余热的，怎么样呢？用它拆个灯珠啊，其实呢比买一个专用的加热台还要好用，而且呢这个成本也非常低，是吧？只需要呢6块钱弄个报废的电饭锅，里面拆一个这样的发热盘，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家里的 LED 灯就行了。我们拆的这些灯珠其实还可以接着再用的，下次修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珠就这样给它再用这个方法呢，给它再焊接起来就可以了。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废旧电饭锅拆下发热盘它的一个特殊妙用，然后它的价值呢，你看这样使用，价值呢就立马翻倍。OK。